就是说他带我到一个大街上，有点像商店街的这种感觉，然后就带我看，然后就看到里面这个橱窗里面躺着一个人，然后那个人全身赤裸，血淋淋的，就是全部都是好像被人家凌虐啊，然后躺在那边很可怜，然后就是很明显是很故意在那边展示给大家看，然后妈祖就在旁边说你要救他吗？就回应我一句，还在睡吗？还要睡到什么时候？我再睡一下。该清醒喽，我要开灯喽！灵魂起床了，我是带领大家开启灵性的灵性女教官。我是星际舰长，让我们一起遨游星际吧。我是观察者，宇宙所有时空的切片都有我的觉察。我是开灯姐姐，开启我们的神性与佛性。为什么妈祖这么喜欢小孩子？我突然间觉得他是因为你看小孩，他们是没有分别心的，他们甚至没有善恶之分，他们就是永远都保持着那个纯真的心。所以妈祖常常要去看小孩子，其实是希望提醒我们大家要把纯真的那个心拿出来，我们不要去分说哦，他怎样怎样，我不喜欢他，他怎样怎样什么的。甚至我之前有看到一个影片，就是你把婴儿小 baby 哦跟蛇很大只的蛇哦，好几条蛇放在同一个地方，小朋友他其实不会去分辨，这个是很可怕的，他不会去分辨的。所以你看那个小 baby 哦，就抓着那个蛇啊，这样抓，他其实不知道那个很可怕。那为什么后来我们长大之后，我们对很多事情我们会很害怕，我们会觉得说，这个怎样怎样的，或是有很多的二元对立跟分别心，其实是不是都是我们后来的环境啊什么的原因，所以才让我们有这些的这个想法。其实你知道，像小孩出生的时候，他全身的灵性光会是散发白色的光，然后那种灵性就是已经很开悟的大师也会散发白光。那他其实就是要让我们知道，就是每一个人女生居然你就是这个白光，出生的时候你就是这个白光，你就是这个大师，你就是这个佛。然后小孩子是很 pure 很纯净的，很纯洁无瑕的。而且你看，你会看到小孩子女生居然他其实不需要去工作，他不需要干嘛，他就什么都可以，他就很丰盛，大家都会给予他。那妈祖也要说，其实你蛮是外因呐，你们也是我的小孩，都是对。那我们也是源头的小孩，那我也会像妈妈一样，你要什么我就会都全然的给你。但首先你要全然的理解，所以你要全然知道你就是丰盛的。就像说，我不需要相信我是女生，我理所当然知道我就是女生的那种，就是这种感觉，而不是说那个理所当然不是我就这样，不是那个意思，而是说你要全然的信任，然后全然的理解，就是我本来就是丰盛的，我们都是宇宙的小孩，我们都是源头的小孩，而且小孩子本来就是被爱的。对，我们可以是那个小孩，也可以是那个大师，就是你只是在扮演不同角色，我们都是那源头光的一部分。但是小孩子是藉由他的幻化来让我们看见什么。对，所以妈祖带着大家一起去看小孩，是要唤醒我们这么的纯真的那种纯净的心。小孩的显化力很强，对，所以心想事成力量很强，对，因为他们跟神性都是连接的。对，那我们每一个也是，只是要唤醒这个部分。我们本来就是从小孩变大人的，所以我们也有那份力量。好，然后刚还有一个就是说，其实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啦，就是说那个白沙屯妈祖其实跟三边妈祖好像是一起走的，他们是一起走的。对，所以其实他也是要让大家学习去互助合作。对，因为其实很多时候，我们觉得能力很好啦，有很多事情我们自己做搞不好还比较轻松，但是我们跟人家合作，是不是很多要磨合，所以很多需要学习成长，这反而是一个修行的路。所以其实我们就是所谓的利他思维以外，我们也是要有那一种就是那种合作的那种团队合作，然后你去就是更多人的力量，你可以帮助更多的人，就团结力量大。对，你就是那个会引去更多的。然后三边妈现在有话跟大家说，他说可能有一些影片的观众会有想要求子的，求子求小孩的，OK，你们可以到三边妈祖去拜拜。那当然，如果你去三边妈，就是你白沙屯妈跟三边妈，你就可以一起去。好，在附近，对，他们在附近。然后三边妈祖，她跟祝生娘娘是一个，就是他们讲好像堂姐妹，就是灵魂家人的关系。那祝生娘娘临水夫人，就是她其实就是我们在讲祝生娘娘，然后她可以也是会送子，所以如果你真的有很想孩子的，你全心的去跟她连结，三边妈祖
会去帮忙你们的。嗯，对，那当然白沙屯妈也都就是一起这样子，所以没有分。那当然就是每一个妈祖他都会愿，不一定是只有白沙屯妈跟三面妈，就是你们家就近的这些也都可以去。然后如果你真的有很喜欢，你也可以就是哪一些你都可以去跟他连接，有传那个讯息。然后就是不管你几岁、什么宗教信仰、什么背景什么的，其实妈祖都全然的支持你、包容你，然后全然的接受你、爱你这样子。所以就是除了放下分别啦，然后不用觉得好像就是踏不进去啊，或者说感觉有个阻碍啊什么，就其实妈祖是很慈悲、是很包容。你刚刚讲的时候，圣母玛利亚就来了。对啊，他说圣母玛利亚就是说我其实也是妈祖的另外一个，就是幻化。对啊，因为妈祖就是他们都是一体的。妈祖对，都是一体的，只是我幻化不同的就是角色跟身形去启发不同的人。那就是有人对圣母玛利亚有那个信仰，其实就跟信仰妈祖是一样，所以你不一定要信仰妈祖，但你信仰圣母玛利亚一样有一样力量，是都可以。就是说撇除掉宗教，你去感受背后的能量是什么，给你的感受跟给你的感动是什么，那我觉得这个是最真实的。未来很多宗教会被打破，很多框架会打破，就是大家会用一个唯识的更一体，对唯识的明白理解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意识，然后会理解我们都是那个爱的合一这样子，大概就这样，讯息也就结束了。刚那最后一个，对。那我们希望呢，大家可以把这份妈祖带给我们的爱呢，也分享出去，给你身边的好朋友，分享到全世界去。对，或者是你有什么跟妈祖相应的感应，也欢迎你留言分享给我们，然后把这个爱去流动给更多人知道。对，当我们在分享的时候，这个就是一个法布施哦，对不对？就是把这个善的知识、那个善的循环分享给你觉得有需要的朋友们，让他们也能够感受到这个感动。对，那也是很有缘呐，有这个因缘能够看到这个影片，所以就是我们小小一个动作，搞不好就帮助了一个人。对，所以我们也很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来一起共襄盛举。所以你可能看到这个影片啊，你有机会可以找你家附近的妈祖庙哦，你可以去上个香，不管你什么宗教信仰都可以哦。你是信天主教就找圣母玛利亚也可以，就是说不一定要求什么，你给他一个赏赐、赞叹、一个感谢，因为他的这个精神其实给我们很多的启发，或者说他可能透过这件事情，然后让我们可能有摄受，让你感觉到有被提升的感觉。那其实你去跟他打个招呼，谢谢他，感谢他，上个香，他会给你更多的这个灵感，跟给你更多的一些启发，为了灵感可能性啊。对，所以有这个机会呢，可以去走一走啦，可以去试试看。突然想到一件事，其实就是像我有分享，我们家是基督教背景的嘛，你知道我以前从来是没有拜过妈祖的，但是你知道吗？我竟然有一次啊，在睡梦中我梦到妈祖，妈祖就像我刚刚前面提到的，他们是没有分的，但是其实我在那个阶段的时候，其实我是有点吓到的，因为你知道在那个系统里面很深嘛，因为以前的那个时代是有点二元对立的，对，然后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是吓到，想说，怎么是妈祖？因为我看到的那个妈祖，她是脸是黑的，对，而且很大一个，其实我看到是会吓到，但是其实她在梦里面，好，我就跟她讲这个梦境，就是说她带我到一个大街上，有点像商店街的这种感觉，然后就带我看，然后就看到里面这个橱窗里面躺着一个人，然后那个人全身赤裸，血淋淋的，就是全部都是好像被人家凌虐啊，然后躺在那边很可怜，然后就是很明显是很故意在那边展示给大家看，然后妈祖就在旁边说：“你要救他吗？”就回应我这一句。好，那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，如果是你会怎么做？你会救他吗？好，那我问一下，如果是你会怎么做？你怎么讲这个东西？你有跟我讲过？我想之前有跟你讲过，因为你在讲，我突然有连结，对不对？我之前有分享过，因为这是我学西塔那左右的事情梦到。好，先问你哈，如果是你会怎么做？我会救他，但是我可能不敢碰他，因为我没有专业的那个知识嘛。你会怎么救啊？我会打那个救护车。好，我会先去看他，但我也会去请求接触，可能就是除了救护车之外，那现在的我啦，我当然还知道可以请求神性，请求天使来去，但以前的我可能就是只是用一般的，但我会同时现在用世俗的，就是物质界的做法跟异世界的做法，就是用就是那个我们可以请求也去协助，那我当然同时也会去看他，然后去急救。其实我也学过急救这些东西。应该是说，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梦考，因为那个阶段刚好是我觉得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捩点。
那个时候刚好是可能要开始接触灵性啊、身心灵啊，然后学完西塔没多久的那段时间，我想说奇怪，怎么是妈祖跑来找我，然后是有个梦考的感觉。其实这个没有标准答案啊，大家可以去凭你的直觉去写下来，遇到这个状况你会怎么做。但是我事后就回想，他要告诉我的是什么。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人的就所谓的因果业力好了，你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，他在那边一定是有原因的。他今天会变成这样子，然后被展示在那边，你不知道他可能做了什么事情，得罪了谁。那你愿不愿意帮他？你还是愿意帮他，但是我们要有智慧，要有界限的去帮助任何一个。我觉得这是妈祖，你知道这个过程也是在学习这个精神，有没有？他完全没有变哦，他是很慈悲，我们还是愿帮他，但是我们可以怎么做？就是比如说帮他打救护车，帮他报警也好，请有公权力的人去介入，而不是我直接跳进去。对，因为这样子，假设他得罪黑道还是什么的，难道那个来找你，难道你承担得起吗？这个就是有智慧跟那个善巧，智慧就是对，把爱放在第一位，但同时我们要有智慧，所以很多人只有慈悲没有智慧，对，就是慈悲跟智慧你要。他透过一个梦境，而且你看这好几年前的事情，你看我记到现在，因为通常我们做梦可能偶尔会记起来，可能都会忘记，但是你知道这个让我印象很深刻，尤其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妈祖嘛，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在这个系统里面。对，我那时候都在教会啊，或者说我从来没有去过妈祖庙，就是从来没有这个因缘。但是你看哦，他那个时候就跟我讲，其实没有分别。他那时候就在跟我讲这件事情，然后就来给我一些梦考，他给我一些提点，然后让我知道。我觉得他也不叫考验啊，就是他提醒。对，他问我你会怎么做，就是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。如果是你遇到这种状况，你会怎么做？他就在用这种方式去提醒你，给你一些启发。我觉得这个梦其实蛮真实的。然后起来之后啊，我就讲了我的答案嘛。讲完之后，起来之后讲什么答案？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啊，报警啊什么的啊。对，我就跟他说，我会打电话报警，我会救他，我会帮他，但是我不会自己开门我就直接进去，对，我不会自己去摄入人家的因果，我会这样子。然后起来之后，我是全身冒汗的，因为我觉得这不是一般的梦。然后，但是我讲完我的答案之后，起来之后，开始就平静了，代表说过了。我所谓的梦考是这个，我有点知道OK 过关了，过关的感觉的这种就是对提升，就知道说，如果是我以前，我有可能会直接跳下去，因为完全不知道前因后果嘛。讯息就是说，如果你有能力，你可以去；但如果你不是这个有能力的，你可以去寻求协助。对，但还是一样可以救到这个人。因为我跟你讲，就跟我们刚刚前面收讯提到的很像，我们很多时候只看到表面。觉得那个人在磕头，为什么妈祖懂意思吗？对，我们只看到表象，但其实妈祖或者说那种更高的智慧维度，他们看的角度是更高的，他们可以看到他的前因后果，所以我们会觉得，为什么？这有时候反而是我们的执着跟执念。那我们能够去臣服、信任，然后用更高的角度去看的时候，其实你就这个坎就过了。应该是更高的维度，妈祖是用高维度在看，更高的维度。我们只有用这个维度，但妈祖用这个更高维度，所以我们可以就是跟妈祖连接到那个讯息，你会知道原来他真正的那个圣意是什么，他的旨意是什么。其实我后来醒来的时候，我才想到，对啊，妈祖不是在我旁边吗？我为什么不请妈祖去帮他就好了？我那时候我就醒来才想到，我是打电话，其实从头到尾妈祖就在我旁边，一个很大的黑面的妈祖。因为我那个时候都很害怕，因为我那时候的信念，因为对，是基督徒。其实我醒来的时候想到，对啊，妈祖不就在我旁边吗？我要打电话报警你懂我意思吗？其实妈祖要跟我讲说，他就在这里啊。对吧？为什么？他一直都在，他一直都在我旁边，他就带我去到那里啊，他就人在那里啊，他带我去看到这个人，他在旁边问我说我会怎么做啊？我答案是打算报警，也没有对错。所以像刚我的答案是同时都做，跟妈祖有没有？就其实妈祖也可以帮他啊，但是我那时候选择报，我那时候现在我没有想到，妈祖其实也可以帮他，对，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，对耶，所以我刚刚不是前面说，不管你是什么状况下，你都可以去找他嘛。他的意思是这样，因为他一直到我旁边，他要你不要有分别。你要想我不是这个系统，然后加上他脸又是很黑的，我会想到是欧饼沙嘛？对啦，他是比较威严的，沙猫是黑面的，对，然后很大一个，他脸很大一个，在我旁边，不是我们一般人的那种比例，所以我那时候看到是吓到的。但是其实对啊，他就在我旁边，为什么我不叫他帮忙就好了？对，我是事后这样回想起来，那是其实是可以这样子。我补充一个，就是妈祖梦境，这是在我很年轻的时候，在10几年前吧。然后那时候其实就是我生命，其实那时候也是算
然在一个我们在讲的灵魂暗夜的时期，或是一个灵性黑暗期，然后你会觉得你好像求救无援，什么都没有办法，然后那时候会有不好的念头，想要了结生命，想要自杀。我们现在打那个自杀，请打那个。然后我只是白天这样那个念头想说，要不然干脆死一死好了。然后晚上周末我就摸妈祖，然后我摸到什么，我就睡在那个很像上下铺，然后高楼，好像在19楼还是几楼，我就躺着睡着，然后就突然他让我体验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你不是想什么，他就很像地震，突然我要从这个床往那个窗户后面有窗户掉下去的感觉，然后突然要掉下去，感觉我这样我要死，在那一刻刹那我就觉得他要让我体验，你在梦里让我体验，就是这种感觉。那你真的想死吗？然后醒来之后我就说我不要了，就是妈祖在教我一些事情，他说其实没有那样，然后当下你知道那个梦完之后，我整个就充满力量，我就觉得根本不需要经由这样，而且原来他也都在我身边。就是我后来才发现，我其实是跟神连接，就是我很多时候是因为我都会跟神一直祈祷，所以我跟不管任何的神，就是他们都很愿意来协助，因为我一直在跟他们连接，就是我很全然信任他们。然后原来在这个时候，你会知道你永远不孤单。就像我们在守护天使有讲过，每个人都守护天使，所以他就来，他不用让你在物质界真的体验，但梦境也是另外一个世界，就让你体验。但我没有真的摔下去，他让我要那时候，我就已经醒，我就说我不要了，然后我就被给你这种感觉，我就被飞起来，我被抱起来，然后扶正在那个床上就没事了，我就醒了，就是突然额外补充这个。然后我刚刚有一个鸡皮疙瘩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刚刚讲这个梦好几年前，我那时候从来没想过我会来白沙屯妈祖绕境，对啊，从那个时候就有姻缘的，对啊。所以我跟你讲，就是有一连贯这样下来啊，就是不管你不要想说我现在就天主教，我就基督教，我什么的，很难讲哦，搞不好你跟你有姻缘的，就是你知道有可能就是，因为我讲一个真相好不好？因为我们雷声人是转世投胎过很多，所以我们可能当过基督教徒，我们跟天主教徒、佛教徒、道教徒等等，然后宗教之间有很多的战争，可是这些都是过去的这个部分，其实这些过程是要让你的细胞记忆知道唤醒你，就是那个神性跟那个佛性，真的是在这样子，所以会打破很多东西，所以你 DNA 里面会有这些，所以你会体验这个体验这个，我也体验过基督教啊、天主教啊、一贯道啊、道教啊、佛教各，那是因为我们的细胞记忆，而且曾经都做过，所以其实就是放下分别心，然后就保持开放的立场啊，那其实基本上会让你就是收获更多。因为其实老实说，我之前真都不会去拜妈祖。我说真的，我顶多拜关圣帝君、观世音菩萨，偶尔就是有经过的话我才拜。我平常以前真的是没有拜过妈祖，但是就是在这1-2年，就是在灵性修行的这段路程中，就陆陆续续像阿卡西记录啊，就有说我的守护神，他看很久，他说有一个在那边，然后就说看到好像是一个很大皇冠，他就说是妈祖，是妈祖，因为一开始妈祖不愿意承认是他，没有说，然后后来他看了很久才说是妈祖。可是我那时候觉得我这辈子没有拜过妈祖，我真的想说妈祖离我很遥远，怎么会是妈祖？那时候我真的不觉得，就是没有感受到。然后但是后来这段期间，就是包括我们就是认识的老师啊，也是就是跟我说我本来就是女神，然后他说要我去拜女神的神明，他就告诉我说到北港朝天宫去，但那是我第一次去北港朝天宫啊，其实我也没有特别的什么感觉，然后直到这一次妈祖的这个进香，所以我去到那边，你看整段过程我一直哭，然后就像我们录影片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眼泪一直掉下来，那个感动你真的是感受到那份爱跟感动。那我们就分享到这边，就是你觉得这个影片啊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分享这个善知识，还有妈祖的爱，还有这个感动给你觉得有需要的朋友们，有可能因为你的小动作呢，可能就改变一个人哦，或救一个人，对，或者就帮助了一个人，没错。那喜欢我们的分享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给你的好朋友哦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喽，好，拜拜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说，其实因为我刚刚收到讯息，其实我不确定的，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，因为前几集就是有提到我们家是基督教出身的，对。但其实妈祖他其实有去到有点像是教会，还是那种天主教的地方哦。他刚刚接讯有这个感觉，就是说，其实在他们来讲，他们是没有分别。所以其实他透过这个身体力行的这个部分，是要让我们知道说，其实要放下对立，然后在他们的这个高维意识层面，他们都是一体的。从我们的角度会觉得说，就是可能教会呀、基督教、天主教什么那种的，他们会不会不欢迎妈祖？但其实